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最近AI 云计算公司甲骨文 Oracle 新闻不断，它背负的千亿美元债务已经成为广大投资者，包括查理在内，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甲骨文未来能不能还得起巨额债务？Oracle 的股票还能重回200美元吗？还是会向下跌破100美元？今天，查理将为朋友们展示甲骨文到底借了多少钱，以及在接下来的3到5年内，他将如何解决这些债务问题。好，就让我们开始吧。美股大盘标普五百指数在12月17日再度陷入极度恐慌的情绪，由于甲骨文融资扩建 AI 数据中心遇到了问题，导致各大科技股遭到了华尔街的砸盘抛售。在周三，标普收在了6721点，距离它的125天移动平均线6559点，只有不到3%的差距。我们有机会看到标普在接下来3个月内和这个移动平均线做一个短暂的交叉。但是朋友们千万别慌啊！查理的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认为，在美联储和川普政府的鸽派经济政策的主导之下，美股的牛市格局还将持续。我们从10月份到现在看到的是美股市场在历史高位做横盘震荡、获利了结的行情，以时间换空间。我们需要等到2026年第一季度才能看到标普百向上突破7000点的大关。现在当然不是恐慌性的割肉卖出股票的时候，反而是逢低抄底、加仓买入指数和优质股票的好机会。那刺激美股在圣诞节来一波上涨行情的是美国劳工部 BLS 在12月18日发布的最新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数据显示，11月份美国的 CPI 同比上涨2.7%，不仅低于9月份的3%，也大幅低于市场普遍预测的3.1%。其中，住房通膨率为3%，增速持续放缓；食品通膨为2.6%，能源通膨偏高，达到了4.2%。当然，和到了冬天家庭用电供暖的消耗增加有直接的关系。总而言之，CPI 在11月份维持在2.7%的较低水平，给了投资者信心，那就是美国的通胀率有可能重回2%的时代，而更低的通胀也能为美联储在2026年持续进一步的降息提供经济基础。查理认为，我们有不小的机会看到美股在下周，也就是12月22日那周，正式开启圣诞行情。已经买入指数和优质股票的同学们，坐稳扶好即可，请享受圣诞老人为大家带来的节日的祝福。这是12月17日美股市场的盘面，可以看到，除了巴菲特的波克夏哈撒韦和沃尔玛，其他的顶级公司，特别是和 AI 人工智能相关的科技巨头，包括英伟达、谷歌和博通，当日的跌幅都超过3%。当然，最红的还是我们的主角甲骨文 Oracle 的股票，单日暴跌了5.4%。再这样跌几天，甲骨文的市值就要被它身后的万事达和强生超越，跌出我们的视线范围了。那 Bloomberg 最近有一篇专题报道，文章的封面就是这张 AI 合成的照片。甲骨文的创始人兼 CTO Larry Ellison 浸泡在泡泡浴当中。这篇文章称，甲骨文高达3000亿美元的 AI 资本支出，已经成为美股市场是否有泡沫的晴雨表。Oracle 正处在整个硅谷和人工智能行情的风口，成败在此一举。当然，查理非常了解埃利森的行事风格，虽然他已经80岁了，但还是非常喜欢豪赌。这次他玩了把大的，把公司所有的资金再加上借的外债，全部压在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之上。他赌的就是到了2030年，OpenAI 以及未来的更多企业级客户能够付得起高额的云计算费用，让甲骨文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这些巨额投资。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就在本周三，Oracle 最大的合作伙伴 Blue Oil Capital 蓝猫资本正式退出了甲骨文100亿美元数据中心的融资项目。此前，蓝猫资本一直在和借款方以及甲骨文进行谈判，
计划投资建设位于密歇根州的1吉瓦的数据中心。该中心就是为了给 OpenAI 提供云计算服务的。我们都知道，在今年9月份，甲骨文和 OpenAI 正式签署了一份价值高达3000亿美元的云计算合同。这笔交易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笔云服务合同，它的规模和意义甚至超过了 OpenAI 与微软的合作。这笔合同为期5年，从2027年开始大规模履行。届时，OpenAI 每年将要支付给 Oracle 大约600亿美元的费用，相当的夸张。那作为回报，Oracle 将向 OpenAI 提供高达4.5吉瓦的电力容量支持。这个电力规模非常的惊人，相当于2座胡佛大坝的发电量，可以为400万个美国家庭供电。这份合同是 OpenAI 宏大的 Stargate 星门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星门计划由 OpenAI 发起，拉了甲骨文、软银入局，目标是在未来几年投资5000亿美元，在美国本土建设 AI 基础设施，通过建立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确保 OpenAI 在实现通用人工智能 AGI 的道路上有足够的算力保障。然而，相比于 OpenAI 创始人 Sam Altman 的星辰大海，投资者更加关心现实的柴米油盐。截止到2025年，OpenAI 的年营收也才刚刚达到100亿美元的级别，而与甲骨文的合同如果在2027年开始生效，OpenAI 就需要付给甲骨文高达600亿美元的算力和数据中心使用费，这可是足足有6倍的差距啊！就算你 OpenAI 的营收涨幅每年涨50%以上，也不可能仅仅凭着自身的盈利能力来负担起这笔巨额支出。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OpenAI 必须维持极高强度的借贷融资、开杠杆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市场现在高度关注 OpenAI 和甲骨文的情况，因为这两家公司身上已经背负了1000亿美元级别的债务压力。而如果一旦出现像蓝猫资本这样的情况，融不到钱了，资本它不看好你在未来能还得起债务，那么两家科技公司资金链断裂是大概率的事件，相当的危险。虽然 Sam Altman 现在集中全部资源在发展 OpenAI 的新一代 ChatGPT 6的大模型，希望能够打败谷歌的 Gemini 3.0，独霸人工智能应用的市场，但是查理认为，第一，这很难实现；第二，ChatGPT 的变现赚钱能力也还是无法支撑 OpenAI 的巨额债务负担。好，让我们先回到甲骨文上。那蓝猫资本退出了密歇根州数据中心的项目融资之后，谁可以帮助 Oracle 解决这个资金的问题呢？目前市场认为，Blackstone 黑石集团最有可能接手甲骨文的100亿数据中心建设项目。和蓝猫资本较窄的融资渠道不同，黑石集团旗下管理了高达1万亿美元的规模的资产，能够非常轻松地承接100亿美元的融资项目。其次，黑石的总裁 John Gray 曾公开表示，对于数据中心项目非常感兴趣，认为这是他一生中见过的最大机会之一。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黑石如果选择接入 Oracle 的融资项目，那么它很可能不会按原价介入，而是会向 Oracle 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比如说，黑石会要求甲骨文给他更高的租金回报作为救急的补偿，而这会进一步压低 Oracle 本来就不高的云服务毛利润率，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此外，考虑到甲骨文的 CDS，也就是信用违约互换，最近已经飙涨到了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的价格，黑石集团可能会要求甲骨文拿出它的核心资产或者技术专利作为贷款的额外担保。看完这些内容，朋友们是不是觉得拉里·埃里森的豪赌 AI 已经把甲骨文置于非常被动的局面中？现在是钱也花了，债也借了，但是数据中心建设周期非常的漫长，而 OpenAI 的付款能力更是只有天知道。本来是一个好好的、利润率很高的轻资产软件公司，现在硬是被迫转型成为重资产、高债务、高杠杆、低利润率的硬件公司，非常的冒进呢。那为了应对 Oracle 股价的崩盘以及外界对于公司资金压力的质疑，甲骨文一边疯狂砸钱建机房，
另一边却在激烈的降本增效。仅在2025年的8月到9月份，Oracle 就启动了多轮的无预警裁员行动，裁撤了超过3000个岗位。裁员的重灾区集中在 OCI 云服务部门，覆盖了云基础架构团队、数据中心运营、AI 机器学习的团队以及 Oracle Health 甲骨文健康的人员。到了今年年底，甲骨文预计会裁撤高达8000到1万人，而且裁员的脚步还将继续下去。因为公司已经披露了一项总额为16亿美元的重组预算，专门用于裁员补偿和部门关停。b r e s t e r 等战略咨询机构最近预测，到了2026年的第一季度，甲骨文还可能再裁撤1万个岗位。随着公司全面转向 AI 和云计算业务，那些负责旧版数据库维护、本地部署软件支持的团队将面临新一轮的清洗。查理有朋友就在湾区的红木城的 Oracle 数据库业务部门工作。从他们反映的情况来看，局势确实不容乐观。很多员工已经开始准备面试，着手找下家了。有一些还没能拿到绿卡，正在使用 H-1B 工作签证上班的留学生朋友，可能就因此被迫回国了，相当的残酷啊。好，聊完了 Oracle 的新闻，我们来看看 ORCL 股票基本面以及公司的债务情况究竟有多么严重。首先，朋友们可能会注意到，Oracle 股票经过45%的暴跌之后，它的 PE 本益比已经没有那么高了，从9月的50的 PE 下降到了现在的35左右，一年后的前瞻 PE 也下降到了25.9，是比较合理的估值范围。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我们看甲骨文的自由现金流，会发现公司账上的钱正在飞速的减少。可以看到，目前甲骨文有197.7亿美元的现金，然而它的净负债已经高达1119.6亿美元，是现金储备的5.6倍。公司负债对净资产的比值高达4.3，已经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查理为此深入研究了 Oracle 的财务数据，发现甲骨文目前的高杠杆结构相当的危险。可以看到，它的总债务高达1317.3亿美元，光是每年要支付的利息就高达100亿美元以上，而它的现金储备已经不到200亿美元，而且还在不断的烧钱中，高达500%以上的高杠杆率，绝对有可能让甲骨文在市场不景气、融不到钱的时候，第一个财务暴雷，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对，就和中国的地产巨头恒大集团在2020年的情况很像。那在过去一段时间，甲骨文曾在9月份发行了价值高达180亿美元的企业债券，利率在4.5%到6.1%之间，还款期限短则10年，长则达到了40年。筹集的资金主要被用作数据中心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当然还有部分资金被用来偿还到期债务。如果我们看 Oracle 到底啥时候需要开始大规模偿还这些中长期的企业债，会发现，公司在明年，也就是2026年，还债规模不大，只有大概50到80亿美元，短期流动性的风险总体可控。然而，到了2027年，甲骨文还债压力就会突然变大了。首批用于 AI 数据中心项目的债务到期，Oracle 需要偿还高达150亿美元的到期资金。将对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造成明显的积压。而查理最为担心的明斯基时刻可能出现在2028年，届时由 Morgan Stanley 领衔的380亿美元银团贷款将迎来首个展期部分偿还窗口。如果甲骨文届时不能还款，将对信用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在2028年之后，一直到2050年代，甲骨文依然有总额接近3000亿美元的贷款需要分批偿还。你也可以把 Oracle 看作是一个 all-in 买房的普通家庭，背负了高达30年期浮动贷款利率的房贷，是不是瞬间感觉它的压力山大？那么现在对于甲骨文的股东，他们面临一个选择，就是甲骨文通过 AI 云计算赚钱的速度能否跑赢公司背负的巨额债务？特别是从2028年开始，银团贷款的展期以及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租赁合同所带来的结构性杠杆压力，就像一个沉重的担子压在了 Oracle 的肩上，让它的股票飞不起来了。
当然，甲骨文也不全是坏消息，我们还能从乌云之中看到一抹阳光，一点 silver lining。在18日盘后传来的消息，TikTok 抖音的美国版官方确认与 Oracle、Silver Lake 和 MGX 签署协议，成立了新的美国合资公司。Oracle 将参与 TikTok 的数据存储和运营管理，对于甲骨文云业务的长期增长很有帮助。那得到了好消息的刺激，ORCL 股票盘后大涨了5.3%，从180美元飙升到了190美元附近。那有朋友们可能会问，难道甲骨文要收购 TikTok 了吗？哎，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首先，Oracle 真的买不起 TikTok，这是因为 TikTok 目前的市场估值在500亿美元到1000亿美元之间，而甲骨文账上的自由现金流已经不足200亿美元。我们前面也谈到，Oracle 自己还背负了1000亿美元的外债，信用级别也快接近垃圾级了。这就意味着甲骨文就算想借钱收购抖音，8成也没有金融机构会借钱给他了。当然，甲骨文现在是 all in 建设数据中心，也没有计划去完成这样的超级并购了。然而，虽然 Oracle 不能独吞 TikTok，但是它拉了其他财团入伙，将一起完成对 TikTok 的并购。根据 AP 的最新报道，Oracle、美国的 Silver Lake 银湖资本、中东阿布扎比的 MGX 投资公司将与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ByteDance 合作，成立一个新的美国实体，叫做 TikTok USDS Joint Venture LLC，专门负责 TikTok 在美国的数据安全、算法、内容审核和软件业务。那在这个实体之中，Oracle 将持有15%的股份，银湖资本和 MGX 投资公司也分别持有15%的股份，而字节跳动母公司相关联的现有投资者将占有30.1%的股份，那最后19.9%的股份就归字节跳动公司自己所有。换句话说，Oracle 将成为新的 TikTok 美国实体的股东，占了15%的股份，但不是最大的股东。当然，毫无疑问，这笔交易对于 Oracle 公司绝对是非常有利的。除了占有15%的股份之外，甲骨文还能继续为 TikTok 的美国业务提供云服务的支持，包括负责 TikTok 的数据安全、审计和 APP 的日常运营。那随着 TikTok 业务在美国越做越大，甲骨文的云服务所赚的利润也会逐年增长，非常 nice。其次，通过和字节跳动的深入合作，甲骨文可以接触到 TikTok 的核心推荐算法，这可是价值连城的技术资产。通过对 TikTok 的算法进行改造和优化，甲骨文可以积累宝贵的数据资源和经验。此外，美国政府非常重视 TikTok 的数据安全，而通过这个交易，Oracle 被川普政府选定为可依赖的安全合作伙伴。那以后，甲骨文就还有机会获得美国政府和大企业的数据安全项目。对，就和 Palantir 的路子很像啦。要知道，Palantir 就是搭上了和美国国防部的关系，股价在过去5年之内已经翻了7倍。好，聊完了甲骨文的新闻和基本面情况，我们再来看看 Oracle 股价走势以及查理的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对于 Oracle 股票的建议。首先，甲骨文在2026年的 EPS 每股净收益只有8.7%的增速，要显著低于美股大盘标普500指数大概12%的 EPS 增速。虽然它在2027年 EPS 增速预计会大幅提升到30%以上，但是考虑到公司背负的沉重债务以及自由现金流的枯竭，CI 系统在测算 Oracle 目标价格的时候，故意给了15到25倍的 PE 低估值，这样可以确保我们有足够的安全边际去投资。那如果按照15到25倍 PE 来测算，Oracle 股价在2026年的交易范围应该会出现在120美元到200美元之间，中位在165美元。那现在甲骨文的价格收在180美元上方，其实还是有点偏高了。考虑到 Oracle 股价自从9月下旬以来一直处在下降通道之中，CI 系统目前对于甲骨文给出的是红色的卖出信号。随着债务压力的增加，Oracle 到了2026年还有可能下调全年 EPS 指引，届时股价还有下挫的风险。那对于持有 Oracle 的投资者，现在确实可以考虑，如果有反弹的行情，
就着手减仓一些，因为甲骨文的债务压力是长期结构性的，我们暂时也看不到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虽然和 TikTok 的股权以及合作能够对 OCI 云业务有很大的助力，但是这个推动率能否抵消掉千亿债务带来的压力，这个还有待时间的观察。那对于想抄底甲骨文的朋友们，现在也千万别着急，至少需要等到 Oracle 股价在月线级别企稳之后，才能考虑要不要建仓买入。此外，Oracle 下一个较长的支撑点位出现在144到168美元，比当前189美元的价格还低了10%左右。查理认为，在接下来几周的时间，甲骨文股价下探到160到170美元是有比较大的机会的。投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潜在的下跌风险。好，聊完了甲骨文，我们来看看截止到12月19日 CI 投资系统的最新持仓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殖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可以看到，CI 系统早在12月17日就建议查理把5%的短债卖出，将获得的资金用来逢低买入指数类 ETF 或者优质龙头股。那目前系统把85%的资金比重放在指数类 ETF 和个股上，把剩余的15%的资金放在比特币 ETF、IBIT 或者 FBTC 上，而短债和黄金的比例为0。其中，亚马逊、微软和英伟达是 CI 系统推荐考虑买入的优质股票。随着下周圣诞行情的到来，系统预计这个股票加比特币的配置会有非常强力的收官涨幅，我们就拭目以待吧。这是截止到12月19日 C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可以看到，CI 投资组合持有的非 AI 绩优股，包括设计软件新贵 Figma、波音和 Adobe 是涨得最好的股票，表现要明显优于传统的大科技股。正如我们在上期节目中描述的，2026年可能是 AI 风口转向之年，资金正在从今年最火热的芯片半导体板块，逐步转移到今年被卖得很惨的 SaaS 软件服务类股票之中，包括像 Adobe、Salesforce 和 Figma，接下来几个月有可能有 V 型反弹的强势表现。查理也会及时追踪这些软体类股票，如果有异动，会及时和大家汇报。如果你想跟踪最及时的美股投资讯息，欢迎订阅查理私募频道哦。那这2天查理没有新的交易，CI 投资组合的前5大持仓分别是 Meta 占比44.5%，比特币 ETF IBIT 占比15.6%，亚马逊占比9%，标普外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1%，和美图秀秀 Matthew 占比6.8%。接下来 CI 系统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如果您想第一时间获得 CI 投资组合的讯息，可以加入查理私募频道会员，您会获得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不用等到下一个节目。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对于甲骨文的发展前景有什么看法？它的沉重债务负担会压垮这家老牌软件巨头吗？由 OpenAI 融资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会不会是下一个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股的圣诞行情下周会不会到来？你对自己2025年投资组合的整体表现是否满意？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订阅查理私募频道，多多帮忙点赞、分享和评论，让更多的朋友看到专业实用的投资讯息。还非常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我也会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在市场中成长。祝您投资顺利，圣诞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